那今天是个礼拜天，早上起来有点阴雨，但是现在天气放晴了。今天要去阳明山，可以期待。这边是硫磺谷的停车场，但是我们车子没有停在这里，我们是往上再开大约100公尺，路边有一个蛮大的车位。硫磺谷的硫磺采集历史悠久，它始于西班牙占领时期，经历多个时代哦。包括西班牙、荷兰、明郑、满清、日治，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长期的开采导致地形的大量凹陷，而且当年的地热强度呢，已经跟现在难以相比了。虽然是这样，现场呢看着热气蒸腾的模样，还是很有气势，而且硫磺的味道很浓厚，长久待着呢不一定会习惯。我们把车子停在竹子湖路。现在的天气跟刚刚不太一样，开始有一点小飘雨，但是人潮还好，所以我们路边找了个可以停车的地方。这路上一路都是餐厅啊。那我们就开始走路啦，沿着竹子湖路这边，看到对面的山头已经云雾缭绕了。刚刚路边一个贩售水果的这个小哥丢了一个枣子给我，让我措手不及啊！谢谢他的好意。想不到发现了没有人潮的盛开海域的地方。我印象中好多年前来的时候，现场都是汹涌的人潮，但现在可能海域季还没开始吧。地上跑，我有鸡。狗狗下来的话，它的脚全部都泥泞，你要给它下来吗？刚刚在这个苗榜的餐厅用餐完，那它的庭院其实还不小，也是种满了海芋。吃完之后啊，就出来这边走一走，消化一下。远方跟近处啊，都种满了海芋。现在甚至还不是海芋的宣传季节，仅仅1月底，这边其实就有盛开的海芋可以看。
原来阳明山的竹子湖周边的农场，主要分为顶湖、海域大道、东湖以及马槽地区。而这一次呢，我们参观的是餐厅分布较为密集的海域大道这个区域当中的苗榜花园农场。这个农场有着最为巨大的花园面积，里头也大量的种植漆树来作为造景。红叶的漆树搭配白色的海域，堪称一大美景。一般我们印象中宣传听到的海域季为3月到5月，是当地与政府相关单位合作所举办的竹子湖海域季。就我多年前的印象所及我去过的是顶湖区域的农场，当时可以说是挤满了人潮，而且呢，在海域季期间，为了交通不那么堵塞，竹子湖邻近的交通也会实行道路的管制，比如海域大道这里的单向通行而实际上呢，苗榜这边的海域从12月到5月都是海域生长的季节，难怪这也让我出乎意料的，在仅仅2月的开始就有这么漂亮的海域可以欣赏。资料显示整个竹子湖的海域花田生产的总面积约有12公顷，占全台湾海域产量的80%以上。山上天气变化真的是无法预料，没一会儿这里艳阳高照，我都觉得开始热了起来。这餐厅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大，连用餐区域都还有分好几区，不是只有进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位置。墙上展示着应该是海域季的时候的游客的盛况。这里还有一张竹子湖的人文史迹导览，看起来在地人应该是知道很多有趣的点吧。那我们作为外来的观光客，应该比较不容易看到这些景点。层次分明道路、树木、天空跟云雾我发现上面还有电塔。我觉得有时候出来走有时候就是一个运气我们查那些气象报告都参考用的。这里有一座土地公庙，我们绕上来，还有估计10分钟吧，会到黑森林。那这边有樱花可以看
虽然现在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很明显稍早下过雨，所以地板都是一片泥泞，行走起来并不方便。这个黑森林是北部热门的婚摄景点，被誉为台北版忘忧森林。林内呢生态丰富，云雾缭绕，这里的树木多为日本柳杉，是日据时代移民来台的品种。森林内有黑森林之星的双星造景，由白、红两色石头排列而成，吸引众多的情侣拍照。光就以现场来说啊，就见到了2组来此地拍摄婚纱的新人。只是呢，今天的林地满地泥泞，行动上十分的受限啊。这个路边的栅栏都是用海芋为形象设计的简单的插花。人潮多了起来。这里是湖田区居民的活动中心，盖在这么清幽的地方，不禁好奇有多少的使用量。我们刚刚吃饭的是在苗榜花园。就是你手指现在指的那个部分。对，然后我们停车停在这里。对。然后我们刚刚走去黑森林。我们走了有1公里吧。有16分钟。16分钟。走到黑森林要16分钟。然后以前我们去看海域是在这里，然后这边还有那个绣球花可以看。然后冷水坑在最右边。冷水坑。那我们上一次拍的那个小油坑是在这里。小坑在这里。对啊。上次示范是不是在这里？哦，其实蛮大的哈。很大。那下面都还有很大。其实竹子湖这个范畴还蛮广的。我觉得啊，出来旅游踏青呢，先不要说景点本身有没有去啊，光人潮不多，空空荡荡的，这个呢，分数就先让它及格了。这几次探访了阳明山上一些没有去过的店，深深觉得真是一个风水宝地啊！融合了景色、历史、餐厅、人文等等部分啊，都是在距离比较短的时程就可以获得。对于想要当天来回的旅游，这样的行程，觉得性价比非常的好。哇，好大一台哦！